Origin Vance。嘿，最近好嗎？我是 OV，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我想請你先想象一下一個極度寫實的場景。你現在你正坐在一個壓力超大的線上視訊會議裡面。光聽就覺得胃開始痛了。對，然後你的鏡頭是開着的嘛，但背景刻意用了那種模糊特效，因為你要掩蓋你床上那堆就是還沒折的衣服或者是亂七八糟的房間。哈哈，這太真實了，大家應該都有過這種經驗。沒錯，然後這時候大老闆突然標出了一個你完全沒聽過的英文縮寫專有名詞，你當下的反應是什麼？應該是表面裝鎮定，然後心裡大流汗吧？對，你就跟着畫面裡的其他小格子一起，表情非常深沉的微微點頭，仿佛你完全掌握了局勢，但其實你正偷偷在鍵盤上瘋狂 Google 那個詞。真的，而且打字還要很小聲，怕被麥克風收進去。沒錯，在那短短幾秒鐘，你心裡有一個微小的聲音在尖叫，生怕哪天別人突然看穿你，發現你其實根本沒那麼厲害。你說我們現在每一天是不是都活得有點假，而且假得非常心累？確實，這個會議的畫面感太強了。其實在心理學上，這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冒名頂替症候群，也就是 imposter syndrome。冒名頂替症候群聽起來很嚴重哎。它其實是一種隱隱作痛的恐懼感，就是你總覺得自己的成就是騙來的，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貨，身邊的人只要稍微仔細一看，砰，就會戳破這個完美的假象。哇，這完全精準命中現代人的痛點呢。對啊，我們就像是無時無刻都在舞台上表演，花費了極其巨大的能量去維持一個虛假的、看起來很專業，而且情緒永遠很穩定的形象。沒錯，而為了維持這個我很完美、我全盤掌控的人設，我們幾乎把日常的精力都給耗盡了。所以在今天的這趟深度探索的旅程中，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非常特別的解藥。是什麼樣的解藥？這次的原理剖析我們的素材來自一篇探討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蒙田的精彩文章。文章標題叫做《蒙田的自我修行：承認自己的缺陷才是真正的高級感》。承認缺陷才是高級感，這個觀點在現在這個時代聽起來很反直覺。對，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透過這場橫跨500年的靈魂手術，切開我們現代人身上因為過度包裝而腫脹的虛偽。要進行這場手術，我們得先認識這位在500年前就已經看破紅塵，決定老子不裝了的硬核奇男子。了解他的背景之後，你才會知道他的選擇到底有多麼顛覆。好，我們來拆解一下這個概念。蒙田這個人呢，可不是什麼窮困潦倒、躲在社會邊緣、憤世嫉俗的魯蛇哦。他其實大有來頭。對，他可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標準貴族，當過2屆波爾多市長，還當過地方法院的法官。這在現代來看，妥妥的人生勝利組，對吧？絕對是，就是那種社經地位非常頂尖的精英。結果，在他38歲那年，正值壯年，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幹了一件超級叛逆的事。他做了什麼？他直接裸辭了。哇，38歲就裸辭，太早了吧？沒錯，他不幹了。他躲進自己領地裡的那個圓塔書房，開始寫一些當時的人覺得超級自戀，甚至難登大雅的湯東西。這個真的要補充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在那個年代，也就是16世紀的歐洲，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果要寫作，探討的都是非常宏大神聖的主題。像是什麼？他們會聊上帝的意志聊宇宙的邊界或者是聊帝國的興衰這類的。但是蒙田他完全背道而馳。他寫了什麼驚世駭俗的東西嗎？他在他那本傳世名著《隨筆集》的序言裡面丟出了一顆震撼彈。他大膽地對讀者宣告：讀者，這是一本誠實的書，我就是我書中的題材。哇，這如果把蒙田放到我們現在這個2026年，他絕對不會是那種每天發精修帥照配上心靈雞湯的百萬網紅，絕對不是。他大概會是那種每天發素顏限時動態的怪人，標題可能是今天早起口臭超嚴重，
頭髮亂得像鳥窩，或者是開會開到一半隨時會拉肚子這種。哈哈，這其實很震撼呢，因為我們現在的生存邏輯是我必須看起來完美無瑕，別人才會尊重我，但他卻大方攤開自己的平庸，甚至是各種生理缺陷。對啊，這裡最迷人的地方在於蒙田看透了人類最深層的荒謬。文章裡有提到他一句非常犀利，甚至有點毒舌的名言。哦，哪一句？他說：“無論你坐在多高的王座上，你還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哇，這句話太生動了，一語道破啊！真的。他覺得我們人類最愚蠢的一點，就是無時無刻都在試圖擺脫自己的動物性。我們假裝自己不會衰老，不會生病，沒有難堪的生理反應，仿佛我們是純粹的精神體一樣。這就帶出了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所以容貌焦慮的本質，其實是我們拒絕承認自己是個動物嗎？沒錯。文章裡提到一個關於真實感的去濾鏡公式，我覺得非常有意思。那個公式是減真實感等於你的模樣，減掉你試圖掩飾的羞恥。真實感等於模樣減掉羞恥，這個數學邏輯很有趣哦，對吧？你從數學邏輯來看，如果我沒辦法改變我逐漸衰老變胖的模樣，那我唯一能控制的變數就是去降低那個羞恥感。可是要在這個崇尚青春和完美的社會裡放下羞恥，這超級難的吧？大家包袱都很重誒。確實非常困難，因為羞恥感其實是社會規訓我們的一種工具。但蒙田的這個公式揭示了一個很深層的心理機制。什麼樣的機制？就是你的痛苦其實不是來自於變老或長皺紋本身，而是來自於你害怕別人發現你變老的那種遮掩跟耗損。哦，我懂了，就像是你要一直用力去掩蓋一個東西，那個過程才是最累的。沒錯，當你大方承認，對，我早上起來會有眼時，我生病的時候非常狼狽，你就不需要再支付那筆名為羞恥的能量稅了。能量稅這個詞用得真好，真的，那一刻你才真正從肉體監獄裡面被釋放出來。這讓我想到一個比喻，我們的大腦就像是一隻智慧型手機，而維持完美人設這個 app 根本是一個超級吃效能的背景程式。你總覺得自己到了中午就電量耗盡，身心俱疲，其實是因為你80%的記憶體都拿去運算別人現在怎麼看我了。這個比喻非常精準。那蒙田等於是告訴我們，直接把那個 app 強制關閉。對，就是強制關閉。那強制關閉那個 app 之後，我們就來看看蒙田如何處理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場景，就是在職場上的無知，還有精神焦慮。職場焦慮這個真的是現代人的大魔王。對，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過“我知我無知”，而蒙田把這個概念推到了極致。他把一句法文刻在了他書房天花板的梁柱上，每天抬頭都能看見。刻在天花板上，那句話是什麼？那句話叫做 "Q sais"， 翻譯過來就是“我知什麼”。每天抬頭問自己我知什麼，這真的很挑戰自我防禦機制。是啊，時刻提醒自己其實很無知。不過接下來的地方才真的有意思咯。我這邊必須提出一個很現實的考量哦。好，你說說看。我理解這個哲學的美感，但如果我們回到2026年的台灣職場，我在跟客戶提案的時候，面對一個基本的產業趨勢，我如果很自信地說我不懂，我覺得不會被當成什麼深邃的哲學家，我會直接被炒魷魚吧。把無知掛在嘴邊，實際上到底有什麼好處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挑戰。這裡我們就要區分真正的無能和智力上的謙遜這兩件事了。智力上的謙遜，對 ，intellectual humility。蒙田說的我知什麼，不是叫你放棄學習或者直接擺爛，它其實是一種極度自信的表現。承認不懂反而是自信，怎麼說？當你在會議上承認這個特定數據我目前沒有掌握，但我可以去查，這其實釋放了一個訊號，就是你不需要靠假裝懂來維持你的尊嚴。哦，原來是這個意思。在現代心理學中，展現出這種智力上的謙遜，反而會讓別人對你產生更高的信任感。
因為如果連不懂的事情你都敢承認，那你說懂的事情就絕對是真材實料。原來如此，也就是說，承認我不懂其實是一種戰略性撤退。沒錯，戰略性撤退。當我不需要把腦力浪費在編造一個聽起來很專業的謊言上面時，我反而能把所有的能量拿來解決眼前的問題。對，這就是最有效率的做法。現代人常常是硬撐着要完美，一出錯就直接精神崩潰。但蒙恬是坦誠無知，然後只專注在自己真正能掌控的事情上。真的，當你敢於說出我不懂的那一刻，就沒有人能再用無知來勒索你了。這就引導我們來到蒙恬哲學中關於平凡的偉大的討論了。他曾經寫下這句話：最美麗的人生就是那些符合普通人類範本的人生，有序但無奇。有序但無奇，可是這跟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完全相反啊。怎麼說？我們被灌輸的觀念是要卓越，要成為職場上的獨角獸，要跳脫舒適圈呢。如果我只是想當個把飯吃好睡覺的普通人，在現在的社會氛圍裡，感覺就像是一種失敗耶。確實，社會給我們的壓力太大了。所以這對我們來說代表什麼？文章裡有沒有提到，我們到底該怎麼在這種高壓社會裡去實踐這種普通人的修行？有的，文章裡提煉了3個蒙恬式的手術步驟，都是非常具體的心理實戰。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哦。好。第一個是什麼？第一個叫做出醜實驗。簡單來說，就是要求你每天故意去暴露自己一個微小的缺點。出醜，故意讓自己丟臉嗎？比如說什麼？比如說發一張完全沒有套濾鏡，甚至光線有點暗的照片，或者在群組裡問一個看起來有點蠢的問題。哇，我敢說很多人光是用聽的，手心就已經開始冒汗了。這種故意讓自己難堪的做法，背後的機制到底是什麼？這是心理學上一種典型的暴露療法。我們的大腦經常會把丟臉這件事無限放大成生存危機，仿佛在會議上講錯話就會被趕出部落，然後餓死一樣。對，大腦的警報會狂響。但當你故意去出個小糗，你會發現，咦，世界根本沒有毀滅啊，同事沒有鄙視你，朋友沒有退你追蹤。哦，大腦的警報系統就會開始重新校準了。沒錯，你會意識到那個想象中的老虎根本不存在，而且你展現出來的真實與脆弱，反而會讓身邊的人也跟着卸下防備。確實，因為沒有人喜歡跟一個完美無瑕的塑膠假人做朋友嘛。是的。好，那克服了社交上的丟臉恐懼後，我們來看第2個步驟。如果今天沒有觀眾，只有我一個人呢？當我的腦袋開始因為看到前同事升職而瘋狂嫉妒的時候，蒙恬怎麼幫我？這就來到了第2個步驟，自我觀察日記。注意哦，這不是現在流行的那種逼自己充滿正能量的感恩日記。不寫感恩，那要寫什麼？甚至希望它搞砸。寫下這麼腹黑的想法，難道不需要在日記裡稍微自我檢討一下嗎？絕對不要批判，千萬不要。這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神經科學機制。哦，什麼機制？當你深陷在嫉妒或恐懼中的時候，你的大腦是被那個主導情緒的杏仁核給控制住的。但當你拿起筆，開始單純記錄這些情緒時，你的大腦活動就會轉移。轉移到哪裡？轉移到負責邏輯與觀察的前額葉皮質。一旦你為情緒貼上標籤，例如你寫下“我現在正在觀察我自己的嫉妒”，這個情緒就從你的本體剝離出來了。哇，所以你不再是一個嫉妒的人，你只是一個正在經歷嫉妒這個自然現象的觀察者。這太神了吧？這解釋太清晰了。對。純觀察不批判，其實就是一種將情緒客體化的過程。這真的是深度的自我和解。那最後的第3個步驟呢？第3個步驟叫做卸下身份的盔甲。你可以每天給自己一段短暫的心靈裸奔時間。心靈裸奔，這聽起來很刺激耶。哈哈，其實就是問自己一個極其赤裸的問題：如果拿掉我名片上的職稱，拿掉我銀行賬戶裡的數字，拿掉我身上穿戴的名牌服飾，那我還剩下什麼？哇，當外在的標籤全被撕掉，如果裡面是空洞的，那確實會讓人感到極度的恐慌。
但這3個步驟，從外在的出醜、內在的情緒剝離，到最後直視最本質的自己，卻是一步步拆解了我們的焦慮。是的，非常有系統的修行。不過，如果我们連這種日常的缺點啊、職場的無知都能坦然面對了，人類還有一個終極的恐懼嘛，就是文章最後有提到蒙恬晚年面對病痛跟死亡的態度。這部分我覺得才是這場靈魂手術最高潮的地方。說真的，如果哲學不能面對死亡，那它就只是高級一點的心靈雞湯而已。沒錯，蒙恬在晚年的時候深受腎結石的折磨。你要想哦，在16世紀，那是一個完全沒有麻醉藥、沒有任何現代止痛技術的年代，那種痛楚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光想象就覺得好痛。但蒙恬沒有終日哀嚎，也沒有去祈求什麼神蹟，他反而是讓我們剛剛說的觀察者視角，仔細去觀察痛苦在自己身體裡的運行。等一下，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一邊痛到打滾，然後一邊還在冷靜觀察自己的痛苦，這聽起來完全違反人性啊！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這裡我們必須區分痛覺和痛苦。痛覺是純粹的生理反應，而痛苦往往是我們因為恐懼這個痛覺而產生的2次折磨。哦，恐懼痛覺而產生的2次折磨。對，蒙恬發現人類對死亡和疾病的恐懼消耗了我們太多的生命力。當你不再去抗拒它，而是坦然承認，對，我現在很脆弱，我的肉體正在衰敗，而且我終將會消亡。在那一刻，死亡就徹底失去了勒索你的籌碼。哇，這境界太高了。蒙恬在生命的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生命本身就是一種美好的事物，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去追求它之外的幻覺。也就是說，當你敢於直視最後的終極大魔王，也就是死亡跟必然的衰敗，並且接受它之後，你回頭看日常生活中那些什麼怕開會講錯話啊，怕照片不好看的焦慮，瞬間就變得微不足道了，對吧？完全正確，因為最糟的情況我們都已經接受了。承認自己的脆弱，並沒有讓蒙恬陷入虛無主義，反而讓他獲得了一種極致的寧靜的快樂。真的，當你連死亡的威脅都能看透，這世上那些虛榮的濾鏡，別人評價的目光，就再也無法綁架你了。說得太好了。這檔深度探索的旅程到了尾聲，讓我來做個總結吧。在這個人人都在演戲，每個人都怕丟臉的濾鏡時代，要大聲承認我不行，敢於展現我就長這樣，其實需要無比巨大的勇氣。我們總以為戴上面具能保護自己，卻不知道那個面具才是壓垮我們身心的元兇。確實是這樣。蒙恬的這把手術刀，精準地切掉了我們身上那些為了迎合社會期待而腫大發炎的虛榮心。這篇文章告訴我們一個最重要的真理：當你強制關閉那個名為完美的耗電 App， 學會做一個完整而且不完美的普通人時，你的真實就是你最強大、別人絕對偷不走的競爭力。非常棒的總結。聽完蒙恬這場橫跨500年的靈魂手術後，我想邀請你做一個真實的挑戰。現在，請你在心裡或者在我們的留言區寫下一件你一直以來最怕別人發現的缺點，或者是曾經的失敗。寫好之後，深呼吸，對着自己說3遍：“這就是我，這沒什麼好丟臉的。”當你說完這句話時，你是不是感覺肩膀上的重量稍微輕了一點點呢？這個世界不會因為你的不完美而毀滅，反而會因為你的真實變得更自由。原力游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見，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游俠夥伴，可以開始訂閱。